小籠湯包大胃挑戰，時間內吃完所有餐點，老闆不止招待你，還給你獎金帶回家。再讓我挑戰到！大家好，我是小刀，我們現在來到嘉義這裡了啦。然後在我身旁這邊是11籠湯包。你各位啊，我們今天會在這邊呢，我們首先感謝觀眾向我們分享資訊的，有什麼資訊想要分享的話，歡迎留言或私訊告訴我們啊。11籠湯包啊，它是販售麵點點心的餐廳，而且說他們現在有推出了成功有獎勵，失敗有懲罰大胃王挑戰啊。今天挑戰內容是我們要在半小時內吃下77個小籠湯包啊。挑戰成功啊，老闆就招待你，然後還給你1000元獎金啊。但失敗的話啊，就付錢啊。雖然說這聽起來感覺好像有那麼一點的難哦，但是我們每次參加大胃挑戰啊，都是抱持開箱的心情過來分享的。啊，我們成功會很開心啊，失敗了還是很開心的。好不好？那咱們繼續挑戰看吧 ，Go！ 謝謝。OK 啊，各位，我們现在已經就座了。還有說。我們今天挑戰料理啊，已經上桌了，好多的感覺哦。但是我們今天參加這個挑戰啊，他們有跟我們同意書啊。我們現在看一下上面有什麼吧。這上面有提到說，我們需要確認目前身體健康，沒有其他的顧忌，還有說這個挑戰啊，它是有一定的風險啊。因為這種有時間限制的大食量活動啊，它真的是十分的危險哦。如果你要來參加的話，就要注意一下呢。那至於其他挑戰規則的部分啊，就是我們必須要自己獨立完成啊，還有包含說我們不能剩食之類的啊。有剩食的話，那就是失敗了啦。最後這就是挑戰它出現的肖像授權的部分啊。那等一下我們簽完名之後啊，我們再請店家幫我們按鈴開始挑戰吧。那各位啊，我們挑戰開始前啊，我們现在弄一下醬料啦。他今天這邊給的有薑絲、蒜泥，還有醬油的，有的沒的啦。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會很需要醬油。然後蒜泥我們也另外裝一碟，然後我們也加一點白醋的，醬油也有一點點。完美，好嘞，3、2、1，開始。好，各位啊，我們挑戰開始。啊，這好鮮哦！對，它湯包味道是鮮的耶。我们现在煎过1分鐘了，而且都快小碎骨，这应该是不用吞的吧？而且我们不是用门牙咬到啊，不然用门牙咬到啊，可能這個挑戰就變放任事故。我們門牙上下左右啊，總共有1到8顆啊，每一顆都有它的作用啊。這就是人的進化。我們吃到2籠了。我就說這時候啊，我們可以來蘸一下我們剛剛拿的醬料啊。这酱料是醬油加白醋啊。有碎骨哎。
因為來吃的話要小心呢。我覺得適時的搭配醬料，可以讓疲乏的味覺能再次迎接美味的感受。我覺得湯包蠻不錯的地方是啊，它吃起來是有湯的。我們這樣子就比較不需要去配到茶水的部分啊。我這個湯算是很鮮的哦。挑戰很少可以吃到會讓味覺驚豔調味。接下來我來沾蒜泥。這鮮美湯包，它沾上這蒜泥風味很香哎。有蒜泥的調味，整個戰力大提升。我们剩7种了。我就說它這個其實是還蠻難的。它这個又肉又澱粉的。真的是很滑口啊！这叫烏龍了。對。你吃到後面真的是需要醬料哎，直接吃的話，它就會變成食之無味了。是叫6籠的。我会覺得說，這輩子啊，我吃過小籠包，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中正紀念堂那邊啊，有一家小籠包店啊，它有賣那種像是冬粉的東西啊，味道是非常的讚。接下來就是狗不理湯包了。但是你不知道會吃什麼小籠包，它為什麼會那麼紅？可是它最後還是一間一間的消失了。從店面啊到那種小發財車讓沿路賣的啊，都消失了。
我們用掉9分半了。哇，我們算一算還剩28顆。安娘喂！吃到這裡啊，我們白醋醬啊，已經快沒有味道了。還好我沒有拿這個純醬油啊。我剛咬下去，這個湯包直接噴汁哎，很湯，非常的湯。哦，這個非常的鹹哦。這樣子，我就覺得說我的味蕾啊，有一種被復活過來的感覺啊。我們現在剩下3籠了，21顆。很主席，因為阿公媽來這啊，我攏是這個味。迄個咖巴的味，很兩濃。我們要示範給各位看啊，因為它這個是很有湯的湯包哎。不快吧？就很難得一個挑戰啊！我們是不用去喝茶的欸。那我們常常需要可能吃一吃就要配口茶。像这包子粘在一起啊，我们還是要一顆一顆吃啊，不要放在一起吃，不然它噎住就危險了。很深溶啊！Oh my god！ 打把東西，絞肉味。
結束了。謝謝。好，各位，我們挑戰成功。謝謝。哦，老闆，謝謝。好，謝。各位，挑戰成功。我們挑戰已經結束了，然後我們今天用的時間是16分半吧。哦，而且說剛剛那個滿腦絞肉味，感覺真是好恐怖啊！我們上次吃那肉湯都是什麼時候？已經有點忘記了。還有剛剛啊，我有量一下這個龍子小籠包的重量啊，我們再量看看啊。我們回去再請片師幫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這個挑戰呢，它重量是多少啦？還有我們剛剛挑戰完吃那麼多小籠包，我現在是滿腦子都是絞肉味啦。我們等一下就是再給他點一些其他東西啊，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讓自己的口味啊稍微做點改變啦。他們點幾份米糕，還有牛肉卷餅好了，豆漿、紅茶。那面點部分啊，這有各種排骨素面啊。至於第一個啊，我們是就什麼都沒看到啊。那等一下去跟他們點餐吧。我們點的料理啊，全都上桌了啦。還有它這個飲料上面杯蓋啊，竟然是咖啡店的品牌耶！我剛還有問一下啊，然後老闆說這是他開的咖啡店啊。他這裡是有多家餐廳的老闆耶。那我們先從牛肉卷餅吃起來。卷餅裡面啊，它有包了小黃瓜，還有生的大蔥啊。我们在咀嚼的時候啊，我可以感受到那種大蔥的刺激，還有小黃瓜的那種溫順感啊，這種嘴巴也慢慢結合在一起啊。然後最後這是它這個甜牛肉，對，有點甜調味的牛肉的香味跑出來。我這個很。那吃這種卷餅呢，我們一定要配口茶了吧？紅茶。這就是經典的早餐店紅茶，麥香紅茶啦。當下米糕，這米糕雖然外表看起來乾巴巴的，可是它裡面竟然是軟爛的，但整體口感如果可以再濕潤一點的話，我覺得應該會更棒哦。我喜歡那種蒸到的啊，裡面整個都是那種快變成粥的感覺吧，那非常的濕哦。還有這米糕它本身就很有味道了，但是我們來加一點蒜泥試試看啊。這瞬間就有我們屏東的那味道了。我們屏東吃肉粽啊、碗粿啊，有的會給你這個蒜泥給你自己加，有這一筆。那在吃冬粉之前呢，我們現在喝喝看湯頭，看是如何啦。我會覺得說它這個湯頭啊，感覺就淡了許多喲。比起我們剛吃到那些麵點來說，它這個味道啊，我會覺得說它10分甚至9分的有一點淡啊。整個喝起來就是很。那我們來吃看冬粉，看表現會是如何啦。賣啊！我会覺得說它這個湯頭可能味道真的是太淡了啊，所以說它吃起來就感覺沒有什麼太多的味道啊。不然我們大家再去加點東西幫它調味一下好了，看會不會比較好啊？
我們再來吃看吧。安妮就对啊啦。我就说这種白胡椒啊，它跟我們台式這種湯或是麵類的東西是十分的搭。我們剛加了些許的白胡椒下去啊，它現在喝起來哦，它香味是更加的濃郁了哎。如果喜歡吃胡椒的話，也許可以加點試試看呢。哦，這感覺是不錯的。我們來吃排骨酥吧。排骨酥他們把它燉到我們輕輕一咬啊，就會嘴巴裡化開來的。但有可能因為煮太久啊，所以它的味道啊都被煮到湯裡面的嘛。上尾是菜頭。這菜頭嘛是滾到爛的，反而這調味蛋啊，可以讓我去吃到這個菜頭的甜味啊。這樣菜頭表現不錯。OK 啊，各位，我們現在吃完所有東西了，我們來說說我們今天參加11龍大胃王挑戰的想法吧。你各位啊，我們今天參加大胃挑戰啊，我們能在半小時內吃下77顆小籠包，我們成功的話，老闆就招待你，然後還有1000元的獎金啊。可是啊，如果是失敗的話啊，他今天的挑戰費用報名費就是699元啊。我覺得說以這個價格，然後吃這麼多顆小籠包來說，其實還是很可以的啊。但說他現在挑戰難度啊，我覺得他起碼也有3顆到4顆星哦，他還是很有難度的哦。就也許分量跟時間是一回事啊，而是說我們要去面對它這個絞肉一直反覆在我們身體裡面跑出來的那個味道感覺，哇，那真的是需要去稍微忍一下啊。而且說它的分量啊，應該也算是有起碼有2公斤左右了吧，算是很可以的。這難度其實是 OK 的啦。就難在難說它，因為它是麵點啊，還有蛋白質合在一起的東西啊，哇，那吃多了真的是好油哦。但如果說這樣的和餐挑戰的話，我 OK 嗎？因為當然不 OK 啊，我們挑戰什麼都 OK 過了。可是說這種 O 不 OK 的環節啊，就是我們有一次甚至連提都不提啊。你有沒有想過說，我們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在職場裡啊，你有一個同事會犯錯啊，你跟他講，但他都是會聽進去並且改進的話，那你下次還會再跟他講啊。可是萬一你遇到一個同事啊，就爛性苗呀，他真的是沒有救那種，你跟他怎麼講都沒有用的啊，你還有跟他講的必要嗎？就像之前藝人，他會去出外景拍一些餐廳啊，他的默契就是說會店門口啊比什麼手勢代表那家店怎麼樣啊之類的啊。還有今天看影片想要參加挑戰的話，請你評估自身身體健康是否適合，因為它這個東西是十分危險的。就算你來參加，如果真的受不了，你停下來就好了，不要勉強啊。可是這個活動啊，它是需要先報名的哦。如果你直接過來的話，你會白跑一趟啊。還有說它這周遭啊，我覺得也是相對算好停車啦。這家店門口走出去對面啊，或是旁邊啊，有一整排停車格可以讓你停啊。但如果是騎機車的話，它這邊也會更好的停車啦。但我蠻好奇啊，你今天看影片，你想參加挑戰嗎？也歡迎留言你的想法跟各位分享啦，好不好？哪個方面最有推薦大胃挑戰，回頭告訴我，我們就有福啦。還喜歡他按讚、訂閱、加分享，加評論，超快有支持我們。那麼下影片見啦，拜拜。